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世雄。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绅士703双 R 解限版的动态体验视频。车辆来源依然是全球首位车主热心提供的。解限版就好比没有打马赛克的类型片一样，那确实比较温暖和享受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听一下声浪。好，我们也来过一下绅士703双 R 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啊。曝光了这么久，很多人拿到了实车，不能说很多，其实没多少啊。相信对它的外观也有一个理解和消化。什么样的外观居然还需要理解和消化？我觉得整体还可以啊，充满了这种速度感，挺尖锐锋利的感觉，是吧？属于整体李冰冰，侧面范冰冰啊，第一视角贾冰这种感觉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先说一下侧面范冰冰啊，那这个亮点一定是一体压铸的铝合金的车架了，对吧？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和享受。你看这个体量感，这个尺寸啊，那种力量感给你传递是非常明确的，对吧？包括这种铝合金的后摇臂，还有像回压包也做了熏黑的处理，都是侧面的一个亮点。这个车从侧面看就是充满了视觉张力。这个东西是有争议的啊，比如说这个灯是不是？但是我现在 get 到陶老板为什么要干一个这个灯啊？就是你白天看这个车架就是这个车的一个亮点，但到了晚上怎么办？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尾灯还有大灯亮起，视觉亮点会被揪到两边去，那么中间这个车架就会被忽略掉。我千辛万苦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，怎么样把它视觉又拉回来呢？我给你做一个指示灯，警示灯，对吧？你看到这个灯的时候，你视线就会下移，又重新回到了我这个车身上最重要的一个部件——铝合金一体压铸的车架上。大家觉得我这个猜测有木有道理啊？侧面范冰冰啊，整体李冰冰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啊，挺符合我那种审美的，犀利感、锋利感、攻击性都是有的啊。当然有一些地方啊没有那么的协调啊，比如说尾部啊，有人就说这个翘的也太高了，不过我觉得还行。但是你看一下尾部的这种挡泥效果，的确比较一般啊，因为昨天雨战了一下，对吧？后续有没有什么改建来补充一下这个内容，是吧？整体风格还是挺漂亮的啊。第一视角贾冰来看一下，第一视角贾冰的确是这么回事啊。首先就是这个按键吐槽的比较多啊，你看这个波轮啊、卡榫啊，是吧？缝隙是比较大的。那这个铝合金的上三星连板，有人喜欢那种金属原色的，我显然属于后者了，对吧？包括刹车呀、按键。那吐槽最多的就是这个仪表，我们来通电给大家看一下。不过好在最近微博更新了，这个仪表做了一个全新的 UI 设计啊，我们插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好了，这个车呢，全球首位车主他换了一个高一点的坐垫，来到了820。那么我骑上去的一个状态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，我跨上来大家看一下啊，身高170，臂展170，饭后体重75公斤，骑上来双脚尖啊，前半个小掌能够着地，给大家做一个参照。那么我们也把车主身高188啊，穿鞋可能还会更高一点的非常健硕的人士，他的骑乘三角给大家做一个展示，好吧？行了，那我们静态部分就看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去骑车吧。好，我们来录一下703双 R 的动态体验视频啊，这次骑的是解限的版本啊，解限的版本。好，我们开起来聊啊。好，我们上来先试一下油门标定啊，它的 Eco 和运动模式差异不大，咱们直接在 S 档试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前段刚结合上的时候，给你身体的那种拉扯感还是非常强劲的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闯动或者不太线性啊。但是它每次你给相同刻度，它输出的动力值又是一样的。这个车拿到以后真的要来适应一下。我觉得一方面是调教的原因，第二方面就是油门行程做的特别的短，还很敏感。大家看，我停在旁边看一下，我轻轻拧一点啊，就拧这么一点刻度。有的人也喜欢这种，就是我给多少你就出来多少，而且很积极、很暴力的这种感觉啊。有的人就喜欢比较线性、绵密的，是吧？那我的感觉或者我的观点，那世界级的三缸，它在前段结合的时候，既可以做到很线性，又可以做到很迅猛啊。我觉得这是调教功底上可能国产还需要可以加强和努力的地方了啊。所以拿到这个车啊，我们前段的油门一定要来适应一下啊。这台车虽然是一个三缸，但开起来那种感觉，前段那种
敏感的程度啊，有一点暴力双缸的意思，对吧？啊，日常骑行的话，可能需要一些半离合，或者我在长途骑行过程当中直接就放弃1档，我直接用2档起步，对吧？啊，丝滑柔顺了不少。那么这个是解线的版本啊，车主500公里解线，重启了一下机子就 OK 了。解线了以后，这动力就嘎嘎猛啊，随便一拧就马上就破百了，非常的畅快。再也没有你刚一起来劲儿，对吧？就把你拉下来这种感觉啊。这里没什么车，试一下刹车。因为现在你可以加2、3千换一套 Brembo 嘛啊，但是西护这套我觉得日常使用其实是够用的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刹一把啊，我现在开到70多来试一下。啊，我这次只用了1指啊，我觉得上泵的手感，西护嘛，上泵前段是比较软的，日常没有问题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跑山下赛道的话，换套 Brembo 也没什么问题啊的。现在解线了，1档啊，轻松破百，可以骑到110左右啊。动力感受仅以体感而言的话，绝对算得上迅猛和强劲。不管是0-100加速，还是你开到200之前，发动机转速上升和时速上升，整个从容，动力储备给你的那种感觉是有大排量车机给你的那种信心的啊。我觉得还是非常享受的。这个车啊，你在日常通勤的时候，比如你在低速情况面对复杂路况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刚要加速了，来一个小3轮，对吧？大家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右手，勤加练习，来摸索它这个脾气，对吧？要把它驾控得住，要驯服它啊。好，我们继续说回到动力层面，发动机上升是非常积极的，只要你敢给油啊，动力来的是非常的快的。而且这个车架大家都知道啊，原本就是公升级的这种车架。整个车身的一体性、刚性非常的强，油箱加持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好啊！啊，你加紧油箱，整个身体趴下去，然后你舍得给油，哇，这种感觉就澎湃动力随之而来，对吧？啊，路况允许的话，其实可以瞬间开得很快，然后高速行驶的这种稳定性感觉非常非常的好。就刚刚说了，你在200之前啊，只要你敢给，这个车身会源源不断的给你输出那种动力啊，这种感觉就像大排量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啊，骑起来非常的畅快。甚至这种风挡的感觉啊，你只要趴下去戴着头盔的话，我觉得也在一种接受的范围之内，对吧？啊，不要开得太快，因为这个车3缸那种声浪啊，绅士的这发动机，不管是排气啊，还有发动机声音是比较大的，它就会诱发你越骑越快啊。那么带来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先听一下这段原声。我在4、5档骑到100左右的时候，这个发动机的颗粒感是比较大的啊，然后声音也是比较大的。我骑了1天啊，1天的骑行下来，你感觉就是有点吵的，对吧？当然你可以说我通过打到6档呀，让转速降下来骑行，对吧？啊，或者比较我也平常也骑不了那么快，我就是日常通勤，我可能就70、80，那当然是可以的，整体的骑行感受完全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啊。但是你像我长时间的高转高速骑行的话，发动机的声音还有那种颗粒感啊，我感觉它的运行品质是比较粗放的那种类型啊，那种高级感或者细腻丝滑的感觉，在这种发动机上好像它并不是这样的一种调性啊。但是啊，我们1天骑行下来啊，包括我和王同学交换感受，又觉得703双 R 这台车你跑长途的话，它整体骑行又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，就是因为它的骑停三角，它的车把没有那么低，然后整个骑行姿态，你想我170，然后王同学是188，我们俩身高跨度还是蛮大的，但都觉得这个车骑行下来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啊，整个骑乘三角还有脚踏的位置不是特别的战斗，反过来讲又挺适合啊，你周末去跑一下山几百公里这样玩一下的，对吧？进入到隧道，我发现这个仪表和这个隧道的画风特别的搭，对吧？当然咱们这里一定要强调，我们所谓的这种舒适性一定是和大排量这种仿赛车来进行对比的啊！你要说和这个公路休旅车比的话，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。好，那我们也来说一下这个减震啊，因为这个减震现在是原厂状态，没有调节啊。但是我非常喜欢那种类型，就是很偏向运动性的一种调节啊。我的体重是150公斤，那王同学肯定还要比我大一些。如果您的体重是100出头的话，可能会觉得这个减震都偏重啊，就有点硬的那种设计啊。其实很有韧性，包括你快速通过，速度比较快的通过那种画了线的减速带呀，或者很小的路面上一些反馈的话啊，你既能感受得到，但完全不会影响你的驾驶，处理得非常的干脆啊，挺有韧性和高级感的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啊。当然最后我们也去打卡了几个当地的地点嘛，然后也去跑了一下山，
整个车的操控的感觉啊都挺棒的，就是我们这种水平可能也骑不出来非常极限的那种工况呀感觉啊，整个骑行下来就非常的顺，很听话，很好上手啊。你包括这种离合是吧？啊，包括快排这种感觉，大档的那种清脆的感觉，我自己拉离合的话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，离合的手感结合点我觉得都是 OK 的。那么快排在1进2的时候，车身的那种闯动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啊。其实我有的时候为了专门体验，我还把转速打得比较高，比如说来到了5、6千转，它那个闯动也是有的。那么2进3、3进4啊，这些慢慢的都会比较好了，而且对转速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了啊，基本上4、5千转换挡已经比较平顺了啊。再匹配上这个油门的话，我觉得你整个骑行过程中还是非常享受和畅快的啊。但是啊，我们在跑山过程当中也有那种便秘的工况，前面有个车开得特别的慢，这个时候你骑这台车的话，其实是不太享受的啊。你2档对吧，甚至1档，然后30长时间转，第一发热量真的是比较大，第二然后声音也比较大，比较吵对吧？你骑在那里车也没有那么轻巧，你感觉哎呀为什么会堵车对吧？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转速前段响应特别的灵敏啊，在这种低速的情况下，或者你开个40、50的时候，我经常会不太好把握到底用2档还是3档，怎么样开才会流畅。所以我的整体感觉703这个车绝对好玩啊，但可能对我们的驾驶技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要求。